坠毁在水下的 F-35核心部件又不见了吗？俄罗斯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强的深海打捞能力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英国海军最近摔了一架 F-35战斗机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据现在网上传的最多的一个说法是，起飞前进气道前面那个盖板忘了摘掉了，然后起飞的时候由于盖板一挡，导致了发动机进气量不足，推力根本就不够。然后飞行员起飞滑跑到了航母甲板尽头的时候，已经感觉出来不对劲了。这个时候飞也飞不起来，停也来不及，所以只好果断决策把自己崩出去了。发动机盖板都是红色警告色，按说地勤人员只要负责的话，绕着飞机好好转一圈看一遍，飞机上只要还有这种红色，就不能让飞机起飞。所以真要是出事故能出到这种水平，那就是地勤人员这么多人一个编组整个管理出了问题。这种摔飞机的方式很有印度殖民地风情。然后摔了飞机之后就要考虑打捞吧，国内有媒体报道了，说英国已经定位了坠毁的 F-35的位置，但是发现 F-35的核心零部件已经丢了，英国人担心是俄罗斯人抢先捞走。不过我倒是没有在英国、美国媒体上看到有谁这么说，倒是想起来当初日本的 F-35坠海的时候，国内媒体出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文章标题，所以给人感觉这个文章可能是假的，未必有什么核心部件被俄罗斯捞走了。但是英国、美国确实为这种情况在担心，这个担忧不是没道理，因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。美国、俄罗斯在对方的飞机也好，导弹失事也好，都会在水下抢着收废品。比如1966年，美国一架 B-52轰炸机就出过事儿，当时飞机上带着4枚氢弹，就赶紧扔下来了，3枚掉在陆地上，有轻微的核泄漏被找回来了，还有1枚就掉在了西班牙附近的海里。当时就担心苏联人过来捞最后是这个赶紧抢救，用深海机器人，最后是把氢弹从水下850米的位置赶紧捞上来。捞上来以后，美国人才放心。而且呢，不仅是捞自己氢弹，就是别人的导弹实验之后，美国人也经常去海上打捞落水的导弹残骸。当然苏联人也想干，所以双方都有各种深海打捞装置，比如各种救捞船，救捞船要到出事地点携带深潜器，那个深潜器就很类似咱们的蛟龙嘛，可以下潜到上千米甚至近万米水深，用机械臂去抓取水下物品，这是最常见的手段。只不过呢，这种方法根本不隐蔽。如果俄罗斯想去这么干，这么去捞 F-35，那么美国、英国附近肯定有军舰会阻拦，防止俄罗斯船只靠近，所以这种明的方法肯定没戏。那么另一方法呢，就是用潜艇打捞，这个就是比较让美国、英国担心的了。而且这方面美国、俄罗斯都有很强的能力。你想，美国潜艇以前就在水下打捞过俄罗斯 P-500反舰导弹的残骸，然后对导弹性能进行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。而中国呢，弹道导弹实验打完之后，这个残骸会落到哪个海区，美国海军一直盯得很紧。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就可以携带 DSRV 深海救援小潜艇，这个小潜艇呢，最大的工作深度是1500米，也可以在水下捞取东西。另外，第3艘海狼，就是最后一艘海狼，还经过改装，增加过一个特种作战舱段，就是要用于收集各种水下情报。俄罗斯方面呢，有一艘德尔塔4级攻击核潜艇也经过了改装，改装之后可以携带大、中、小3种潜艇，其中2种可以承担海底打捞任务。最大的那个呢，叫做洛沙里克 AS-12型，74米长，由7个钛合金耐压球体组成，然后外边是一个艇壳，外观看着很像普通潜艇，最大工作深度1000米，而且还是核动力的，也能够伸出几个机械臂来抓东西。所以呢，美国人也很担心俄罗斯用这个东西去抓 F-35。不过2019年俄罗斯这艘小潜艇这个核动力小潜艇发生了爆炸事故，现在还没修好，当时是死了14个人嘛。所以暂时来看，不管是水面的还是水下的，俄罗斯现有的能用的深海打捞 F-35的船只，这次都没法靠近英国 F-35出事的水域，想捞都没力气。但是对我们来讲呢，就是当然主要是必须要小心美国这种活动。在南海，美国用水面舰艇捞我们的导弹残骸，当然基本不可能，但是水下这种动作可能就不少。除了打捞导弹残骸，美国这些潜艇还会负责监听水下通讯，
原来是通讯电缆，现在是光缆通讯，它都有办法监听。所以针对中国、针对俄罗斯进行的这种间谍活动，还让某些潜艇拿到过总统特别嘉奖令。这些潜艇我们都需要特别担心，因为这些看不见的军事任务，随时都有可能在南海的水下在发生。好，关于水下打捞哪家强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